大家好，孟德斯鸠与伏尔泰、卢梭合称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。他的著作《论法的精神》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，促使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理解。孟德斯鸠学识广博，思想深邃，擅长社会政治理论，尤其是关于分权和法治的学说，对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深刻的影响。他关于十恶的论述切中时弊要害，令人信服，并不由得反观自身。第一恶，没有人性的政治。政治给人冷冰冰的感觉，实际上一旦失去人性，那就会成为恶的象征。它最终存在的目的应该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，从而获得长治久安，确保社会和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。如果仅仅把统治者利益放在首位，而不顾民众的利益和受法律保护的权益，那么结果终究前功尽弃，事与愿违。如果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没有人性，甚至连兽性不如，那只会让人类退化到丛林野蛮状态，这是值得警醒的一恶。第二恶，没有思想的崇拜。对某人某种思想的崇拜或赞誉，首先要确保本身具有智慧，他的思想产出是为了大众服务。假如他本身就是恶的化身，依靠权威逼迫人们的崇拜，那就得唾弃，否则只能助长恶的繁衍，给自己及社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危害。第三恶，没有人文的科学。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，是体现符合人性特点的文化现象。科学发明创造离不开人文，否则将会祸及人类自身。而科学发明也是为了提升人文思想及价值，更好促进社会文明构架的建成。第四恶，没有道德的商业。商业虽然是以盈利为主导，但是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，确保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性和稳妥性。便捷高效的商业活动依然是以人为本，而不是以不择手段的盈利为目的。一旦道德失范，那么带来的就是社会的互害模式。纵使经济呈现出一时的繁荣，也难以避免商业信誉的毁灭，从而得不偿失，连锁效应导致人人自危。第五恶，没有良知的知识。人类学习知识的目的和经商类似，而且经商也需要知识的支撑。但是，一旦知识为没有良知的人所掌握，那么就如同豺狼增加了双翼，格外可怕。所以，知识本身没有方向，而良知的方向就是知识产生正义或邪恶的方向。因此，一个人的良知和知识到底带来什么，有着直接的联系。第六恶，没有真实的历史。人类以往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篡改过了的，也就是常说的伪史。人类发展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，如果没有真实的历史，就谈不上总结经验和教训，那么就无法搞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也就无法进步。不进则退，当历史不能成为前车之鉴时，历史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任何企图修改篡改历史的人，其目的都是不可告人的。第七恶，没有独立的精神。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，也是一种无形的价值，而个体的不同，其精神表现形式也各色各样，不可能千篇一律或千人一面，否则就无法形成思想的多面性。唯有精神在碰撞和争议中，才能愈加接近真理。第八恶，没有自由的幸福。自由也是幸福的一种体验方式。在宪法或法律框架之内的自由是人的权益，不可无端剥夺。任何生命都是崇尚自由的个体。我们既没有剥夺别人自由的权利，
也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起保护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就是锦衣玉食，也无法替代在外面日子清贫却随意飞翔的快乐。第9恶，没有劳动的富裕。通过自己的勤奋劳作，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，是我们劳动的理想方式。一旦有人勤奋劳作，却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那么这里一定出了问题，那就是有些人不劳动，却获得无可计算的财富，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形成。如果不劳而获，大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，当然不排除赠与，而赠与只限于前人生前的自主意愿，而靠掠夺他人劳动成果富裕起来的现象占据主导地位时，人类社会就远离了文明。第10恶，没有制约的权利。权力欲望人皆有之，权力有无限扩张的自然属性，可以说欲壑难填，所以必须借助约束机制加以约束，不能任其泛滥成洪水猛兽，伤及社会，继而也让权力者自我毁灭。公权力尤其如此，公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社会。好，刚才分享的是孟德斯鸠论人类社会10恶，来源网络，感谢收看。